嗨，大家好，我是軒彤，歡迎回到我的頻道。今天這個影片呢是要記錄我在愛爾蘭做的第一份打工，也是我在愛爾蘭做的最久的一份工作。為什麼要記錄呢？因為我要離職了，倒數第2天，明天我就要離開這裡。這個影片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份工作帶給我的一切，就是我從一開始怎麼找到這份工作的。到我在這份工作上獲得學習到的東西，跟對愛爾蘭職場文化的一些認識，最後再到就是我為什麼要離職。我今天是最後一天上班，现在要去上班，明天就要開始。這就是我平常上班的路線，開車大概半個小時，或沒有30分吧。到了，停車。最後一天經過這個 Haldor， 算是一個記錄留給自己，然後也可以分享給對愛爾蘭打工有興趣的朋友們。這個影片或許可以給你一點不同角度的參考。那我很久沒有對這個鏡頭講話了，所以有點生疏。不過我就是把你們當成一個聊天的對象，在分享我想要講的事情好了。好，那就先來講一下我到底是在哪裡工作，是在一個監獄工作。那個監獄呢，現在它不是真的監獄，它是一個監獄博物館，但它以前真的是，以前是有關犯人，它也關了很多愛爾蘭整個革命的過程裡面，他們那些政治領袖，然後甚至在那邊處決，導致這個監獄變成在愛爾蘭的歷史獨立之路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就是在這個博物館裡面的 gift shop 裡面工作，然後這個 gift shop 就是有賣一些紀念品，有賣書，我就是在裡面當店員，就是幫他結賬啊，或者是進貨補貨之類的。對，我在這份工作總共待了2年半了，其實真的是蠻久的，就是我整整做了2年半。我在得到這份工作的時候，完全沒有想過我會在這個工作做這麼久，因為我這輩子做過的打工，最久工作不超過1年半，然後這個打工一下就超越了，而且還一舉就是做了這麼久，感覺蠻不真實的，而且離開的時候是真的有點捨不得。這影片我打算就是在我離職那一天上，那我拍這影片的時候就是我離職前1天，對，所以其實這個影片算是現拍現剪，就是很熱騰騰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當初是怎麼找到這份工作的好了。我是2022年的12月來到愛爾蘭的嘛。我剛來的時候其實是有想要找一些打工，就是 part time， 就一個禮拜最好就10幾20個小時就好，因為我還有一份遠距工作，我想要2邊都兼顧的話，我不可能在愛爾蘭做一個 full time 的打工。我一開始的目標就定說我不要花太多時間在這個打工上面，所以我一開始找工作的時候其實沒有很順利，因為首先是12月來的時候工作機會真的比較少，也很難找，然後要找到符合我條件，例如說離家不要太遠，搭車可能30分鐘之內可以搞定的，又要可以 part time 的，所以其實找不太到。然後我是一直到2023年的8月份才找到監獄這個工作。我是真的是到第8個月的時候才找到工作，所以我覺得只要比我快找到工作的都蠻厲害的。那我找到這個工作呢，也是一個非常突然的事情。就我本來已經有點半放棄狀態了，我就想說，好，反正找不到工作，我至少還有一個遠距，那個是做設計的，可以有事情做，那就也還好。但是呢，我還是就是有點半放棄，但也沒有完全放棄。我就是有一天半夜，2023年的8月中的時候，我就半夜滑臉書社團，然後那個社團叫做 Dublin Part-Time Jobs， 算是以英文為主的社团。我就看了一下裡面的 post， 看到了我老板當時的貼文，然後在徵 bookseller。
我就查了一下這個地方是哪裡，我就是一查就發現，天啊，離我當時住的地方超級近，而且它真的是 part time， 一個禮拜22個小時，工作的時間是每周的4、5、6日，然後一天5.5個小時這樣子。然後我就寄 email 過去，就是寄我的 CV 跟我的 cover letter。我當時的 cover letter 我還寫說我很想要這份工作，因為我離這個工作住得很近。對，我真的就是這種白話的寫，我也不抱期待的，反正就寄出了。結果我隔天就收到面試邀請的通知，然後我再隔一天就去面試。面試當天我就收到 job offer， 我就這樣在2天之內就突然找到這個打工，真的很不可思議。然後再過下一個禮拜我就開始去上班了，就這樣子突然開啟了我在愛爾蘭有工作的生活。當時的工作環境基本上全英文，然後我的同事其實很單純，就2個，通常會搭配另外一個愛爾蘭的同事一起上班，然後他們是 full time， 但我是 part time， 我就有點像是可以讓他們中間可以去休息吃午餐的人，就我就觉得我自己没什麼用處，但我最大的用處就是讓他們可以去吃午餐。那你就可以想象是一個博物館出口之前會經過的一個紀念品店嘛，所以賣的東西也很單純，就是紀念品跟書。然後遊客也很单纯，他不會有一些閒雜人等，他通常就是來觀光的觀光客，所以能接觸到的人也是來自世界各地。剛開始做這份工作的時候，我就很開心，我就覺得哇，怎麼可以有這麼棒的、這麼有趣的工作？然後同事也都人蠻好的。雖然之前也有一些 drama， 不過也都是後來就都沒事了。然後也是因為這個工作，我第一次賺到歐元，才體驗到歐元的威力有多大。台灣的薪水其實可以 cover 這邊的生活，基本上就是打平而已。是真的要賺歐元，你的價值觀才會整個轉換成當地的物價。不然像是我在有這份打工之前，我都會覺得吃一餐10歐。很貴什麼的，但是其實你真的開始賺歐元之後，你就會發現這個其實就是我1個小時不到的時薪就可以的事情，你就會覺得其實沒有很貴，所以我覺得賺歐元還是還蠻必要的，就是在當地有一個工作會比較好。然後也是因為這份工作啊，讓我了解了愛爾蘭的歷史，因為我們店裡有賣很多書，主要是歷史的書，也有關於愛爾蘭一些有趣的知識的書本。之前我無聊的時候，我就會去看一下我們店裡賣的那些書，然後也多多少少了解了一下愛爾蘭的歷史。因為有些客人會來問哪本書，例如說他要你推薦就是愛爾蘭大饑荒的書啊，或是革命，或是獨立的。我因為這樣子，然後才去了解了一下愛爾蘭的歷史，然後也不禁覺得愛爾蘭的歷史跟台灣有一點點相似就是他們以前也是被英國統治嘛，也是經歷過了一番革命啊、內戰，然後才獨立。但是差別就是現在英國對愛爾蘭沒有那種威脅性，不過對於愛爾蘭人們來說，英國的存在其實就有點像是中國對於台灣人的存在一樣那樣的感覺。對，所以就有一點巧妙的相似，還蠻有趣的。然後其實這2年半我真的做得蠻開心的。所以你就會很好奇，說我為什麼要離職？我離職其實也是想了有半年呢。我去年回台灣辦婚禮的時候，是跟老闆請了3個月的假，然後那個3個月的假就是無薪假嘛。可是因為店裡好像沒有人請過這麼久的假，還可以繼續回來，有點像留職停薪的概念，所以我變成回來的時候不能突然又不做了，不然的話老闆保留這個位置給你幹嘛？對不對？所以我當時就是回去工作之後半年，是我最想離職的時候，就是大概去年的暑假那陣子，因為暑假剛好是紀念品店的旺季，冬天是非常淡季，就最忙的時間就是7、8、9月，然後最慘淡的時候大概就是11、12、1月這樣子。那現在是2、3月，就是又漸漸要變成比較忙的時候了。在這邊工作做的內容就是很重複性的，它沒有什麼新的挑戰，不太有累積性，因為他一直在做同樣的事情，而且其實真的不太用動腦，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工作可能帶給我的成長空間沒有這麼大。然後因為在這份工作，我覺得我做的有點太安逸了，我就會覺得說，如果我現在再不走的話，我可能以後就會一直這樣做下去。但是一直在這邊做一樣的事情，好像又不是我想去做的事情，所以我想了很久，大概想了整個冬季吧，然後才決定說，好，不行，我一定要在今年春天來臨之前把這個工作做一個段落，算是告別過去這個階段。人生總要有一些新的挑戰，我也還沒有找到下一個工作，我就是先把這邊辭職，然後把我自己的時間找回來。因為搬家之後到這個工作需要開車半小時到1個小時之間不等，然後每天最久就可能會花2個小時在車上。所以比起我之前住在這工作很近的地方的時候，花太多时間在通勤上了，覺得不是長久之計。你說會不會捨不得？當然會有點捨不得，但是我應該要想的是，
我要把這些時間拿來投資自己，然後為未來創造更大的機會，而不是一直在做一樣的事情。之前不是有一句話很紅嘛，就是如果你希望事情有所改變，你就不能一直在做一樣的事情，然後還期待它有什麼不一樣的改变。因為这句話覺得很有道理，所以我才會覺得說好，我真的要離職了。離職之後，其實我還沒有仔細想我要怎麼樣，至少先讓我把我自己的時間找回來。還有一個覺得要離職的原因，是因為以後我可能會回台灣，大概1年1次，然後每次回去大概1個月。監獄這個工作沒辦法遠距啊，所以變成說我要回台灣，我就一定要請假。但其實這裡不是那麼好請假。所以剛剛說的這些原因都是影響我為什麼要離職的原因。雖然我沒有看起來很勤勞的工作，但其實我就是從2023年的8月那時候開始，就已經連續工作7天2年半了。因為我的6日都需要去監獄，我等於就是1到日都有工作需要做的，這樣子過了2年半了。然後這樣子的生活呢，最清楚的就是只有我老公，他是唯一一個看到我真的有在7天上班的人，不然其他人都會覺得我好像沒在幹嘛。沒有，我就是還是在，就是當一個老百姓，就是做腳踏實地的工作這種。對，反正現在要離開，我也覺得是重大的決定。我覺得，因為我人生離職的經驗其實沒有很多，大部分都是因為出國。但現在監獄這份工作是純粹是我覺得時間差不多到了，就我能學到的東西好像也差不多就這樣了。來總結一下，其實我找到這個工作的時候，我的簽證已經不是打工度假簽了，當時是伴侶簽。那我覺得伴侶簽有一個優勢，就是它不會受簽證時間的影響，就是說哦，你好像只能做1年，到期你就要走了。我覺得伴侶簽是確實有比較好找工作一點，來的時間也很重要。就是像我12月來的時候，真的是工作機會很少，那是一直到隔年的4、5月才有比較多工作機會。那我這個工作是到8月的時候找到的，因為當時監獄的這個禮品店是7、8月才6、7月吧才開幕的，他們的人是新找一個人，我就是剛好碰上了這個時機。所以我覺得在愛爾蘭找工作的機運很重要，有機會是一回事，時間點又是一回事，運氣也是。所以就是在看影片的你，雖然不是可能每個人都可以拿到伴侶簽，你可能會覺得沒有什麼參考價值，不過可以有一點心理準備的是，知道說其實有時候找不到工作並不是你不好還是怎麼樣，就只是時間不對而已。好，以後去監獄不會看到我了。那如果以後有什麼在愛爾蘭的新工作啊，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如果有興趣的話，請 follow 我的 IG， 然後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如果你之後要來愛爾蘭的話，就是記得說，找工作其實就是在等待一個最好的時機，会給你一個最適合你的工作。這是我當時等待了8個月才找到工作，現在回頭看最大的心得。那今天這個影片就到這裡了。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記得按一個喜歡。那就祝我未來一路順風。很捨不得離開這個工作，但又其實有點迫不及待，因為我會回歸自由的我，就是我可以掌控我自己的時間，然後我就有更多時間剪片啦，所以我的 YouTube 應該會比較常更新的。好啦，那就到這裡嘍，拜拜。下班了，跟 tour guide say goodbye。出日啦！